刚刚他就说，是要分享低潮吗？没有啦，高潮也可以。我本来就不会 care 别人的声音，我觉得我那个在乎的人跟不在乎的人，在我的那个阶级里面来讲是很明显的差异。过去某些事情我可能讲话有一点不好，这个我承认，但是我好像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干嘛，像是那个以前苍来哥的事情，我坦白说，我也觉得我从这件事情中成长很多，所以我也不会为过去那件比较不好的事情而感到很懊悔，或是很自卑。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我们今天终于网友见面。嗨，大家好，我是艾莎莎。有在网络上聊天过啦，对，但我们完全没有面对面，对，完全没有，从来没有。我都有在看他的新闻啊，然后看他的一些反应。老实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抗压力非常非常强的人。真的吗？我觉得还蛮厉害的。谢谢。刚刚他就说，是要分享低潮吗？我说没有啦，就是高潮也可以。我们最主要做这个系列的影片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大家觉得说，我们在人生中遇到的问题，绝对不会是只有我们遇到而已，它可能从不同的视角出现在你身边。那别人是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的？别人怎么跨过这一步的？每个人因为个性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比较乐观一点，有些人可能比较内向一点，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处理的方式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想听听看看你的事情。YouTuber 你就是要面对非常多外面来的声音，不管它是批评或是掌声。我去面对这件事情的做法是，我帮自己去建立一个自评系统。我觉得我只要符合我自己建立出来这些有做到，那外来的声音对我的影响就会比较没那么大了。你真的很理科这是别人教我的，对，就是还做系统。我觉得我自己的方法都是比较本能式的、直觉式的。其实坦白说，我本来就不会 care 别人的声音我从小好像就不太会去 care 我不在乎的人的声音。但是如果是我喜欢的人，对，然后我如果听到他偷偷讲我的坏话的话，我会非常非常非常难过。我觉得我那个在乎的人跟不在乎的人，在我的那个阶级里面来讲是很明显的差异。过去某些事情我可能讲话有一点不好，这个我承认，但是我好像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干嘛。就算以前有比较不好的事情，像是那个以前苍来哥的事情，我坦白说，我也觉得我从这件事情中成长很多，所以我也不会为过去那件比较不好的事情而感到很懊悔，或是很自卑。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个跟你好像对于自己放很宽或者是什么，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可能人生真的要有一个空间容许自己犯错。重点是你知道你哪里做错了，然后下一次你就不会再做同一件事情，给自己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我知道有些人的自责是可以自责非常久，其实那已经到了一个不健康了。可能会半夜可能气醒，因为有些人自责的时候是真的是生气自己。比如说我为什么会当初我会做这件事情，我会讲错话或者是做什么事情。我那个就是做完影片然后直接被延上，隔天我有被气醒，就气自己。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与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因为能这样子惩罚你自己的人就是只有你自己。我常常也会做错事情，做错事情的那个反复的那个自责，甚至有时候会追溯到可能10年前的一个决定。可是我现在慢慢想要放过我自己了。这就是一个 work in progress， 没有办法说要这样子就这样，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了。坦白说，那个不重要的人对我来讲的批评，我真的不需要去消化嘛。但是当我很看重的人，比如说朋友或是男朋友，人生这辈子对我来讲最痛苦的事情，排名第一名，目前为止是失恋。第一次失恋让我非常非常痛苦。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爸妈都非常爱我嘛，第一次感觉到说有一个人已经那么靠近了，然后已经互相相爱了，结果他是可以抛弃你而走的，所以这个带给我的那个冲击真的很大。第一次失恋的时候，我真的我靠，就天打雷劈耶！就是怎么可能有人不爱你这样？哇，这世界上竟然可以有一个人嫌弃我，然后可以不要我，这个是很伤自尊心的事情。我觉得我爸妈很爱我，我觉得我的朋友很爱我。人生比较大的挫折就是在感情上面。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土星在夫妻宫吗？
这个没有研究过，要看一下。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根本不是因为爱那个人受伤觉得难过，而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做的这么好，可是这个人却可以不爱我。那之后我就习惯了。对，你再多失恋几次之后就习惯了，就会觉得他就是不适合啊。我想要讲那个度过低潮的方式。你说失恋吗？对，就是我第一次失恋真的花了蛮久，大概2个月才走出来。可是我现在失恋的话，大概都3天以内可以情绪就完全恢复了。那跟最近几次的失恋有什么不一样？你是因为第一次走出来了，所以你第二次就更知道怎么调适自己的心情吗？我第一任男朋友他的条件真的很好，外在条件也帅，然后内心又强大，然后社交啊，还有那个功课什么，就全部各方面都很好，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怎么办？我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男人了。但是他对你好吗？有好的时候，对，也有不好的时候，都是这样嘛。外在条件好，对你不好就是不好啊。对啊，我也是觉得好，他没有对我很好，但我自己以前第一次恋爱也没有很成熟嘛。对，然后后来呢，我就觉得哇，再也找不到比这个男的更好的男人了。可是我后面的几次恋爱经验会让我发现，其实随时都会有好的男人在前面。对，我觉得这个宇宙，当你已经走出了一段恋情的时候，它一定会分发下一个人给你。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完全不怕失恋这件事情，因为只要我停止难过，只要我停止继续把心思放在前一个人身上，下一个人一定会进来，几乎没有空档的。所以你在第一段恋情里面学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就是反正会有下一个，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再来是后来我第2段、第3段感情的时候，那时候我人在英国留学。当时我也是很爱一个男生，就在英国认识的。结果后来呢，我跟他分手之后，刚好有安排一段旅行。我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就要查很多那个好吃的餐厅，然后好玩的景点，然后自己一个人旅行一定也会交到很多朋友。我发现我那5天完全不难过，然后我就开始发现，其实只要你不要一直沉浸在那个难过悲伤的情绪里面的话，只要你重心有转移的话，其实就不会难过了。那你有想分手的原因吗？下一次不要再像上一次那个样子。我每次都想这个想很久。我觉得每个人分手原因都不一样，像第一个男朋友分手原因是因为第一次恋爱嘛，就是很盲目那样子，就是重心全部都会放在对方身上。其实这样给别人压力超大，然后完全失去自我，就是原本自己的朋友，然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都不做了，每天跟他黏在一起。对啊，就第一任嘛，没办法，第一任大家都这样吧。然后第二任我就很有意识的告诉自己说，绝对不能失去自我，绝对不能失去自我。我觉得第二任分手完全是他的问题啦。第一任是我的问题，好不好？好，再来，你都有觉得说第二任有问题，然后他的特质，我接下来就把它删掉，我再找下一个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会越找越好的，因为会越找到适合自己的，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不适合什么样子的，对，就有点像是我很常改造我的房子嘛，然后每次改造的时候都会觉得一定会比前一次好。因为前一次你一定还没有那么知道自己家里面需要摆什么东西，然后怎么设计，下一次就会避开那些问题。恋爱也像这样子，就是每次你谈恋爱都会发现过去不好的东西，然后发现对方身上有你不适合的东西，然后下一个一定会更好。艾莎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对未来充满希望，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一下。因为有些人一直跟我说怎么办，我失恋了，然后我现在走不出来。可是我觉得可以分析一下走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是你害怕找不到更好的人吗？不会，一定会有。再来，为什么会走不出来？因为我都是很走得出来，真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不出来。那可以想一下，因为我真的是从走不出来到很走出来。走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就这样啦。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沉浸在悲伤里面，然后你重心一直放在对方身上，然后你生活没有那个新的刺激。对，不够忙，是不是不够忙？我觉得也不是忙，如果你是机械式的忙，那可能没有用，一定要有那种新的刺激进来。我还有写过一篇文章，放在我以前的网志，叫做《旅行治疗失恋法》，因为我觉得转移重心最快的方式就是旅行，新的刺激很多，然后旅行都会认识新的人，新的人就会有什么？有艳遇。你真的有？偶尔会有。要怎么有艳遇？因为我没有艳遇过。
旅行的时候因为我旅行的时候以前那个比较穷，所以我都会去订那个床位 hostel 那种，可能会办 party， 所以办 party 一定会认识新的人。我还推荐大家一个方法好了，大概1年前事业很低潮的时候，我开始写一个东西叫做感恩笔记。因为我去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救护车的事件，然后当时就被骂得很惨，大家就会说你怎么不会感恩医护人员，他们那么辛劳。然后我也开始反省自己，为什么我的心情里面没有那个感恩的元素在？要怎么懂感恩呢？我就上网查要怎么感恩，然后就有人推荐一个方法叫做写感恩日记，就是你每天写下来今天让你觉得感恩的3件事情或是5件事情，然后我真的每天开始写写到现在。多小的事情你都会写吗？重点就是这个，重点就是有很多人走不出来，是因为他的人生里面看不到感恩。就是他失恋的时候，他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其实今天明明可能早餐店老板就对他很好，或者他明明今天主管可能给他加薪了，或者他接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可是他看不到，他感受不到别人对他微小的善意。就很多事情人家明明不需要这样子做，但是他还做了，看不到。对，蛮成熟的人才有办法。都很成熟吧？你还蛮成熟的。对，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它是需要经过刻意的学习的。因为我的原生的本性好像没有那么会感恩，只是开始写了之后，哇，我真的，比如说今天经纪人对我很好，我就会在我的笔记本里面写，经纪人竟然帮我干嘛干嘛的，好感动。然后当你每天有意识的去写下这些东西，然后规定自己一定要写，你就开始一定会看得到。然后就算失恋，你也会觉得啊，失恋怎样啊？其他人对我很好啊。失恋被抛弃的时候，一定自尊心会比较低。然后你慢慢建立起来，其实你还是活着就有价值了。那别人还是会这样子无条件的对你好，因为他们真的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对，而且你会发现生活里面还是有很多开心的事情啊，还有其他爱你的人。对。那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这是我最推荐的2个方法：转移注意力跟写感恩的事情下来。然后之后最后一句，你就会感谢那个人离开你。我有这样写过，我跟你讲，你这样就等于你是真的完全走出来。第一任男朋友，因为我原本的个性没有那么的喜欢旅游，然后没有那么的上进，没有那么喜欢学习新东西。可是我男朋友第一任，他就是一个超级会玩，然后又会读书，就是生活很广的人，所以我跟他分手之后，觉得我学到了他这些东西。然后我去英国的时候玩得超开心，因为我也开始很爱学习新东西，然后也开始变得很积极向上。那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哇，这真的是我前男友带给我的礼物。然后我就从英国写了一个超长的明信片给他，说我很感谢人生里面遇到他。这样很健康，我到现在都还。谢谢他，谢谢他。我觉得这个可能要一些时间，发生一些事情，年纪要到了。我也是每经过一段感情，其实我现在回想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真的过了。比如说，你就回想以前大学的时候，想到就是有一起出去玩还不错，心中已经没有恨。对，就是那些比较不舒服的东西，留下来的真的剩下就是一些想留下来的回忆，这样子。那真的是走过了，真的是走过了。离婚的时候，其实跟对方的这些冲突是觉得会比分手的时候还多很多的。然后我也一直在很努力的鼓励自己说，尽量想可以感恩对方的地方。我拿了一张纸，然后坐下来，我就这样子就想了半个小时，最后我想到最大的点就是我因此有了小孩。可是我必须说，你跟这个人就是再怎么样激烈，或是再怎么样意见不一样，你只要有一样事情觉得感恩他，这样就够了，自己是就值得了。对，自己是比较容易走出来的。因为厌恶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情绪，或者是就是不喜欢这个人，就是看他就是不高兴，我不想要自己活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今天有很讨厌一个人的话，你只要能想到一件事情可以感谢他，那个讨厌的心情突然就有办法被换一个形状了。就是好吧，那就这样子吧。就有点像是当时救护车的那个事件，我如果从那个抱怨的情绪里面转换成感恩的情绪，我可能听到那个声音就不会那么的不舒服。对啊，有可能里面的是你自己啊，然后这个声音让其他车听到，其他车闪开，救的是自己啊。就是感谢社会还有这项设备，
可以给需要的人，就会不一样了。现在回想去年发生的那件事情，虽然带给我的工作还有我的钱财真的非常大的损失，现在回想起来，我是感恩这个事情的发生的，因为有这件事情才让我知道自己原来我的感恩不够，然后让我学习未来对任何事情都要以比较感恩的心态去面对。在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正面的事情里面，可以找到感恩的地方，其实没有那么难过的事情啊，还是要学会换视角。然后我觉得你换视角这方面蛮厉害的，你也很厉害啊。我觉得你会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会去找諮商師帮忙，这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就没有病识感，不愿意去解决，所以对我来讲，会愿意去解决的人都很厉害了。需要一些勇气去面对说原来我有这么大一块的地方需要人家来帮助。可是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我现在遇到我一些想不透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我觉得这个情绪怎么很难跨过去，我就把它写下来，我就有办法分开我的情绪。我现在这一环情绪过不去没关系，我先把它写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想，但是我想不通，我就会把这一块留到我的諮商时间。我变成可以把东西切开之后拿去那边。我觉得每一个情绪的发起现在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观察自己的情绪，对，就是去区分。比如说有人跟你讲了一件事情，你觉得很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一生气我会知道我生气了嘛。可是以前就会直接发脾气，我就会定在那边想我现在生气的原因是什么。我是觉得这个人伤害到我的自尊心所以我生气吗？还是我觉得这个人因为他讲话我觉得他是故意要伤害我的，我因此觉得生气。就是我会把原因想办法尽我可能所知道的列出来，然后通常你想完之后你就说哦，那他这样子有道理，那时候气就没了。就会变成离自己远一点的来看在那个情绪的自己。你是不是有上过那个什么心灵觉醒课程？没有，我没有，我就是諮商而已。我諮商了也2年了，所以推荐大家去諮商室。諮商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刚刚除了旅行，然后还有那个感恩日记，对，第3就是諮商。諮商了解自己，因为比如说你失恋了，我们也要找出来难过的原因是什么吧，花脑筋认真的想难过的原因是什么，你到底失去了什么。还有很多人真的失恋的时候完全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艾丽莎莎跟我们分享，我也觉得最大的收获的重点就是写下自己感恩的事情。你也不一定要写，你只要当下有一个感觉到这个善意就好了。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真的时时刻刻有一个觉察说这个人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但他还是做了，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善意，然后充满了一个温暖的感觉，还有幸运的感觉。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也分给别人？或许就是大家都会过得更开心。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艾丽莎莎喽，谢谢理科太太。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在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